那更困难的就来了，就是人形变车形的一个过程。回归这些卡扣啊，总是要比往开拆它要难很多。而且如果想要这个车型变得漂亮，必须每一个零件变得准准确确、严丝合缝。好的，你这个零件跟着转了啊，无所谓，再扣回去。打开这个金属的挂钩，把钩子折叠到里边，然后把这两片转正，接着两个后衣领腾一些角度，脖子往前提，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联动的这一块的零件继续回归。我们把这个打开，然后这一块零件先腾过来。现在这里看，这是有一个超大的缝隙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滑动肩膀的零件，把这个缝隙堵起来。这块每次想展示很难看到啊，滑到，把这个关节先撇开，然后往起顶滑道。这回算是完全的顶满了，把这两个方块整个的提上来。这个过程其实挺不容易的啊，因为很紧。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块折叠过来，然后注意转动这个零件，这一块要打开，翻折上去。这个关节的根部啊，一面是有开口的。在旋转这个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这开口转出来，转成这一面，头放下来，转这个磨盘，把这个磨盘折下来，然后找到开口。那这块其实用不着往出折，就放到这儿了。注意是盘这个关节啊，一定要搞对方向。把它盘到这个方向，差不多包成这个样子，往里折。然后呢，这就说到之前的那个弹簧零件顶进去，把这个肘关节的装甲插到小臂里，挺难的，说实话。然后我们往开拆后边的裙甲，180度折起来，这里旋转打开，这个地方翻个180，然后往下折这块，脱开这个地方。把这一块顶到漂移的这个刺脑门上，那这里有一个限位点，这应该是设计师在最后变形的时候考虑到一个定位关系。
好，这个裙甲一定要锁好了。好，另一条腿。这里钻一下，这是最关键的地方。这里啊有一个小桩子，你在车型的时候，你必须得把它卡到桩子里边，限住位，这是最关键的。找到托底盘的问题所在了。所以啊，这就是说到这款漂移的变形，你必须得严丝合缝，每一个卡子、每一个角度必须得找对了。所以嘞，没有说明书啊，我们只能摸索着来。这回是卡到位的，两个对齐了。哦，不磨地，不磨地，完全不磨地。好的，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强迫症级别的严丝合缝，看到了没有？说它不拖地，它就是不拖地。透这个底盘来看一下，1到2毫米的距离是有的。不卡边不磨地。如果说完全变形到位，4轮着地，完全不会有拖地的现象的。这就是这款漂移变形难点的地方，你必须要严丝合缝，每一个卡扣去找每一个卡扣，不能笼统的变。它不是那种变完了形以后卡扣在那里等着你，而是那种你需要去找卡扣，把每一个零件变到严丝合缝的准确缝隙上，它最后密合完了以后才可以。这也是我刚一开始变形的时候，为什么感觉这个推车有点拖地呢？问题最主要的是出在了这2块腿甲上。前大腿甲在这个弹簧的伸缩滑道里边有一个内部隐藏的卡扣，你必须得把这个弹簧压下去，然后把里边的卡扣挂上，挂满了以后，这个底盘就不拖地。而所谓来回滑动拖地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这2个地方的磨边儿。而且如果它磨着底盘磨着地嘛，这也会掉漆的，很难受。所以呢，这款漂移的一个变形逻辑本身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是需要调整。这个是对于新手来说不太友好的一些地方，需要你对变形有一定的理解，还有就是需要你多玩几年变形金刚，对一些结构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施力方向过去。
但总体来说，这款漂移在人形和车形状态下设计的还是很精彩的。直升机形态，怂的，可有可无，可要可不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3变，就当一个只变成一款车型的漂移，你会对它释怀一些。但是你当看到那个直升机形态下的话，会特别的火大。那个直升机太敷衍了。但是想象一下，这个结构能把这2个形态保证下来，已经挺不容易了。3变战士保了2个形态，而且这2个形态尤其人形做的相当精彩。变形的过程其实能感觉到零件里外面翻转以及胸口的这些零件大型的面板堆叠完了以后整合起来那么精彩的一个胸部的逻辑，非常非常牛逼，这个设计绝了。但还是那句话，试想一下，在如今的这个阶段，想做一个完美的3变漂移，我觉得太难了，除非上替换件。而且你看官方就聪明，官方他做了2款漂移，一个变汽车，一个变飞机，这个就不打架。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三方的这个设计师在现在有限的这些技术之上做出来了一个非常难以取舍的点。他究竟取舍了哪个呢？最终取舍了那个飞机，我觉得也合理啊，飞机毕竟还是一个挺玄学的，毕竟是一个概念机嘛。其实电影的玩具啊，只要把这个车型还有那个人形做好了，其实这款玩具已经很精彩了，很棒，料子非常的厚实。而且我在变形的过程中，说白了，我之前也说过啊，我们现在所有的 UP 主拿到的这个样板件都是没有说明书的，所有的东西全要靠自己去摸索。你在来回折腾它的过程中，其实挺考验料子的一个柔韧性和这些东西的一个结实程度。但起码手上的这款漂移经得住我这么去暴力的变形，来回的拆解，甚至于强迫正式的来回调每一个卡扣，这个漂移折腾下来了。而且刚才我们测试完，只要你能严丝合缝的变到位，它不会拖地的，完全不拖地啊。那么这款漂移大概就是这样。